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关。我的影片呢，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欧洲的游记。如果你对旅游或者是 Vlog 欧洲有兴趣的话，记得按下订阅哦。May we have your attention, please?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疫情之下，欧洲都在旅游之希腊自助旅游攻略。我知道现在疫情不管是在哪边都非常的严重，但是在欧洲好像他们已经没有在管了，也不是没有管啦，就是不像我们亚洲这么的严格。疫情趋缓之后，希望在台湾的你们有机会可以来旅游。这边目前虽然疫情还是有点严重，但是当地人已经闷不住了，不想待在家了，很多人都出国旅游。毕竟欧洲旅游是真的非常的方便。以荷兰政府来说，如果他们暑假想要出去旅游的话，可能要核酸检验、PCR 检验，政府帮你出钱，是不是很好？你可以不出国吗？就去吧。这一次的地点是希腊，希腊它有好几千座岛屿，以前我都不知道。有人居住的岛屿大概落在166到227，面积最大的岛屿是克里特岛。那在台湾最多旅行团去的应该就是圣多里尼、米克诺斯，最近比较有名的是达金索斯岛，因为《太阳的后裔》就是在那边取景拍摄。我在欧洲听到他们比较常去的是 Paros、Crete， 就是最大的那个克里特岛，还有 Minos， 这些都是我听到当地人推荐，但我之前在台湾完全没听过。我这一次去了3座岛屿，分别是圣多里尼、还有帕洛斯、还有达金索斯岛。这个影片我会和大家分享在希腊旅游应该要注意什么的大纲。之后呢，我会再拍影片详细介绍我去过的每个岛屿。我是怎么从荷兰飞过去的呢？现在希腊政府是规定你需要提供你的核酸检验 PCR， 如果你疫苗没有打完整的话。如果你有打疫苗呢，是2剂都打完过2个礼拜之后，你就算是有完整的疫苗记录，那你可以出国，不用 PCR。疫苗没有打完的话呢，或者是你打完疫苗没有超过2个礼拜14天，你就是要去 PCR 检验。刚好荷兰政府 PCR 检验不用钱嘛，所以我在搭飞机的前几天去做 PCR 检验。另外一个是你要去他们政府网站上面申请一个 PDF 档，简单来说就是申请你是不是有打疫苗啊，你的健康状况啊，有没有跟确诊的人接触啊这些问题，所以你要准备好这2样东西。你搭飞机之前，地勤他会检查，地勤检查完就没问题，而且那时候机场算是蛮多人的。到雅典的时候，雅典机场如果你要去市区的话，他们有 Metro 有捷运 M3 线，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在雅典转车的话呢， M3 捷运线上的住宿会蛮方便的。那如果是要搭船的呢，是在捷运 M1 的最后一站 Halassos。以前看希腊既定的印象就是哇，蓝色、白色美丽的建筑、美丽的海，但我们都没有想过那是在岛上才会看到的，不是在希腊雅典会看到的。你到希腊一定是要去小岛晃嘛，你不会整个希腊行都待在雅典吧？除非你真的是一个古迹迷，对历史非常有兴趣，那你就可以待在雅典。如果你要搭乘运输工具去岛上的话呢，你有2个选择，就是搭飞机跟搭船嘛。飞机的话，可能如果你疫苗没打完，你又要去做一次 PCR 检验，因为 PCR 是限72小时以内嘛，对，有点麻烦。我这次是选择搭船比较多。如果搭飞机的话，国内航线比较多的有爱琴海航空，还有奥林匹克航空，这些你们可以去他们网站上面看有没有到小岛的班机。搭船的话，船公司很多，你们也可以上网找，就是渡轮的公司。我这一次是搭 Seajet， 还有 Blue Star Ferry。如果你订渡轮的话呢，电子的船票上面就会跟你说要不要去柜台把它印出来。如果是需要印出来的票，记得去印。上船之前他们会看你的疫苗证明或者是你的 PCR 证明。但我这次搭了好几艘船的经验就是，他们好像不 care他们就是show me vaccination 什么 PCR， 我就这样，他们就 OK， 也没有对你的名字或者是看到底是阳性还是阴性，到底有没有真的打疫苗，是不是真的你的疫苗。因为我第1剂是在台湾打，第2剂是在荷兰打，但第1剂我还没有在这边申请认证什么的，所以我这边 APP 上面是显示我只打了1剂，但它就是 OK。但你如果是搭乘交通运输的话，就是一定要戴口罩啦。我们上船，他们也是一直宣导要戴口罩什么的。从雅典去那些岛，有一些真的蛮远的，比如说如果你搭船比较快的到圣多里尼要大概5个小时，这算是快的船了，久的可能会到7个小时什么的以上。如果你今天的行程比较紧凑啊，你可能
假比较短，那我是建议你可以搭飞机，因为搭飞机相对的省了比较多时间。我是比较不推荐雅典的计程车啦，我这次没有搭 Uber， 因为他们路上很多计程车。有一次是我要去达金索斯岛，因为它在另外一个离雅典蛮远的一个港口，所以我就去公车站，公车大站没有靠近的捷运站，所以就选择搭计程车。计程车他们上面是有跳表的，就跟台湾一样，可是他们都会多收钱。比如说你跳表可能只跳个3欧，他们就说10欧，因为公车站有什么 special fee。当然是不要听他们乱骗，所以可能下次会搭 Uber， 就计程车司机他们有点猖狂，在雅典不要搭计程车，不建议啦。如果你到岛上的话呢，圣多里尼啊、帕罗斯，就我的经验啊，比较多大家都会先租车。岛上真的蛮大的，其实也有公车，可是他们公车不会在 Google 上面，就 Google 没有办法告诉你说哦是搭几号公车。岛上的公车你就去岛上问人才会知道，而且他们的公车有一些就是很像巴士，不像我们一般那种公共的公车。住宿的话切记，尤其是岛上的住宿，我平常在台湾玩的岛都是什么绿岛、兰屿，既定的印象就是哦岛就是很小，住哪边应该都没差吧，可以直接租车就到住的地方，但不是，希腊有一些岛真的很大，如果你是搭渡轮，你就选离渡轮近的住宿。如果你是搭飞机去岛上，那就选离飞机场近的，不要像我这种笨，每次都是选到岛的另一边，又要搭50分钟的巴士才能到住宿的地方，可能又要拉很久的行李啊什么的。岛上是这样，不要选离你交通工具太远的住宿，记得一定要看评论。你可以在任何订房网站上面选你要的住宿，那就是记得看评论跟地点很重要。雅典的话呢，我们这次选的一个住宿蛮便宜，然后照片也很好看，但就是忘了看评论，所以那个地方叫什么 Ammonia， 在雅典市区。就那个区域都是吸毒的，还有流浪汉。去这么多国家都没有遇过这么可怕的地方。一个大白天的在你面前吸毒啊，整个区都是尿味。而且我们住的地方楼下是俱乐部 club 之类的，所以一直蹦蹦蹦很大声，到凌晨都很大声，隔音也不好，还有蟑螂，很小只啊，但还是很可怕。睡到半夜突然停电哦，紧急灯就亮起来。真的是会吓死。幸好我们隔天的船班很早，大概凌晨4、5点我们就闪人了。租车的话，你可以租摩托车或者是汽车嘛。那旺季的时候，当然价格会比较贵。我在希腊一座山上租的摩托车，一天是40欧。那如果在岛上租的话，一天是30欧。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算呢？因为如果你要租1天半的话，那他们就是算你2天的钱。我是比较建议，如果你在旺季的话是可以租摩托车，因为我相信我们台湾人的摩托车技术是很好的，不像我的猪队友，就是我们在第2个岛骑一起摔车，而且才租完摩托车不到3个小时，我们只去了一个海滩，在第2个美丽的岛屿，一个弯就把我的整个假期给毁了。到我现在手都还没好。据当地人来说，在希腊一些岛上骑车是真的蛮危险的。很多当地人看到我们摔车，我手上的伤就会说，真的很危险。我连住在这边我也摔车过啊什么的。他们就到处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摔车故事，可能是为了安慰我们吧。除了你租摩托车，也很多人租 ATV， 就是那种很大4轮车。那听说租 ATV 是比摩托车还要危险，当地人是这样说啦。可能是因为很少人会常常开这种ATV 4轮车，可能有些人会酒驾，比如说 Palos 好了，他说因为天气很热，所以柏油路会很滑，那就很容易出事。这一次摔车呢，就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有点刮伤，老板就决定要把它全部换掉，所以最后我们赔了400欧。可能可以快要买单程机票回台湾了呢。摩托车为什么要忘记租？因为很多人都是租车，那你就会一直卡在路上，一直塞车。圣多里尼的某一个夕阳景点，它是很窄的路，那个路上都停满了车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有办法开出来那条路，为了看夕阳，一条死路塞满了车。骑摩托车真的方便很多。如果你是去比较大的岛，不是旺季的话，是可以租啦。像扎金索斯岛，我会建议大家租车，因为这岛真的算是蛮大的，是希腊前几名大的岛屿。景点什么都很远，如果是在夏天的话，你也不会想要在摩托车上面狂晒。租汽车的价钱，我们在雅典市区看到都很贵，有一些比较有名的租车公司一天都要100多欧，租个2、3天就破万了。我们这次只有在摔车之后才学会应该要租车。在最后一个扎金索斯岛，我们租了一台车，那一天是60欧。租车的老板很好，他直接把车子停到我们会到的公车站，然后在那边等我们。他的租车公司我会放在这边。
美食的话呢，希腊最有名的就是那叫披塔饼嘛，还有岛上有名的就是海鲜嘛，但是有一些海鲜真的很贵。在我的经验来说，我觉得一定要看 Google 评论，因为看 Google 评论真的蛮准的，很多人都给5颗星的，他们是真的服务很好，东西也很好吃。那如果你没看评论，你可能会踩到雷之类的。希腊的餐点啊，你要记得他们很喜欢放薯条跟面包。如果你点希腊沙拉的话，他可能就会给你一大份的面包，那就记得不要点太多份，因为你可能会吃不完面包，或者雅典的人可能会问说你要面包吗？那看你喜不喜欢吃面包，因为它面包真的很大份，那可能他们的一些小吃店串烧跟披萨饼都会放薯条，稍微注意一下分量，一定要点葡萄酒超便宜，他们也是有付小费的习惯，毕竟他们主要的产业就是观光嘛。那小费有一些你是可以不用直接付那些硬币，可以跟服务员说加多少钱，他就会直接把你打在信用卡的机器里面，帮你多加，那就是小费的钱。结论就是我觉得希腊蛮好玩的，如果你只来一次的话，多看一下岛，因为岛真的很漂亮。你没有很喜欢古迹的话，你其实也不用去雅典。我们去的时候还看到一些抗议，在去希腊之前，我们就有看时尚玩家他们在介绍希腊，那个时候也有抗议，但过了好几年，他们还在抗议。我觉得雅典城市就是很脏乱，除了古迹很漂亮以外，就没了。如果下次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会想去扎金索斯岛。这一次就是受伤嘛，所以没有下水，还蛮可惜的。希望下一次还有机会再去希腊。我的希腊攻略就介绍到这里啦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按下小铃铛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